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不是出的，并且极其简单的提高能量的法门，那就是学会真正的随喜赞叹。如果你不理解这随喜赞叹4个字背后的原理，那么它就永远都只是平静无奇的4个字而已。但是一旦你能够耐心沉下心来看这条视频，领悟了其中的道理的话，那么某一瞬间，我能保证你一定会拿到那把解锁能量的钥匙。让我们先从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说起吧。为什么我们会有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的心态呢？你看，我们每天看新闻，看到有人中了500万的彩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一旦我们周边熟悉的朋友突然赚到了大钱，我们的心态好像就会变得特别的崩溃。为什么？因为在那一瞬间，我们进入到了应激反应。绝大多数人从小的时候被教育，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一场零和博弈的游戏，就像班级里面的第1名永远都只有1个人，而只有第1名才能得到老师全部的关注和表扬。所以我们从小就在被一种隐秘的方式灌输着这种思想，那就是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会知识，而是为了打败别人，成为那个被关注、被表扬的人。学习只不过是一种竞争和筛选的手段罢了。所以这就能解释你考了61分会感到很难过，但是当你听到全班的平均分只有40分的时候，你反而会感到窃喜。你根本不在意自己还有39分的知识没有搞懂，你只是在想，我赢过别人就好了。于是这种教育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种下了一个特别有毒的思想，我只有赢过别人才能得到老师的关注、爸妈的认同、亲戚的称赞，我只有赢过别人才能赚到钱，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我才值得被爱。所以即使成年之后，这个毒依旧还是在的，我们一样会下意识地把周围的人都当作潜在的对手和假想敌，比身高，比颜值，比存款，比绩效，比阅读量，比跑步公里数，比谁的手机更新潮。这让我们活成了一只特别容易炸毛的神经质的猫，一点小事也能够触发我们的应激反应。一旦比输了呢，我们就垂头丧气，觉得自己很糟糕；一旦赢了就洋洋得意，觉得自己还不错。讲到这里，你应该就明白了，之所以兄弟开路虎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崩溃，是因为我的潜意识里有2道思想钢印。第一道是我们会觉得自己被打败、输了，于是自己就不值得被爱了。而那个从小习惯了在比较当中构建的自我，遭到了那辆路虎的严重冲击，所以人生的意义摇摇欲坠。第2道钢印是你一直都觉得这个宇宙当中的资源就如同班主任的关注一样是有限的，所以兄弟多挣了1份，你就会少挣1份，这诱发了内心深层的恐惧。而视频说到这里，我终于可以为你揭晓随喜赞叹的秘密。
所谓的随喜赞叹，就是指当你看到周围的人某件事情做得很好时，你由衷地赞叹他们，并分享他们的喜悦。而他为什么仅凭4个字就能够帮你重新激发能量呢？因为他改写了你的思想钢印。当你发自内心地称赞别人时，你的思想钢印一瞬间就从曾经的你很好，所以显得我不好，变成了你很好，我也不错。社会学泰斗费孝通曾经说过一句足以让人立马顿悟的金句：人美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想起来黄渤被记者恶意刁难，问他是否会在喜剧方面取代葛优时，他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不存在超越，就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芒。所以随喜赞叹是松绑的神术，当你把它当作生活当中的习惯时，你就可以借由这4个字感受到生命更大的自由。你从原本那种紧张的、渴求认可的、争夺被爱的心智模式当中逐渐的松绑，你开始用意识、语言、行动来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你会在不断的练习当中逐渐意识到，你其实并不需要获得老师的关注，你完全可以自己关注自己。你并不需要获得某个人的认可，你完全可以自己先认可自己。你并不需要获得外界的爱，你的存在就足够值得自己去爱自己。当这一切发生，当一个人确信自己本来就是安全的，是值得被爱的时候，你就能证见这个宇宙当中的各种美好，并从中获得滋养的能量。而这就是我为什么邀请你一起来做随喜赞叹的原因。佛弟子之间常互道随喜赞叹，大家想必对这4个字再熟悉不过了。然而你真的了解随喜赞叹的含义吗？大家又为什么常说随喜赞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深入探究这4个字。随是随顺，不违背；喜是欢喜，心悦无嗔。随喜赞叹是见他人行善，随之心生欢喜的赞扬、敬仰之心。其实随喜赞叹这4个字最初出自于《杂阿含经》的诗教利喜，随喜赞叹。后来大乘佛教中的普贤菩萨在10大愿王中的第5大愿也有说随喜功德。按照普贤菩萨的说法，真心赞美随喜别人的功德即行善，赞叹的人也会获得跟行善之人一样殊胜的福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随喜赞叹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或听到别人做善行培植福德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也随着发出赞叹。当然，随喜不光是内心中的境界，更重要的事情，即别人做善行，你去跟他一起做善行，也就是成就别人的善行或助一臂之力。甚至可以说自己做不到，内心中有这种向往之的心情的，就是随喜，也有功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随喜的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殊胜的
积累福慧功德的方法。据说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有一位叫圣光王迎请佛以及其众弟子和眷属受供时，当时有未行起的贫女得知国王这一善行后，内心升起了无上欢喜心。而这个国王由于在做功德的时候杂有傲慢心等烦恼，因此最后所获的功德并没有贫女那么大。也就是说，当时贫女发出随喜赞叹的时候，只有欢喜之心，没有掺杂一丝烦恼，所以贫女随喜的功德比国王做供养的功德还大。可随喜的真正关键是正心，也正因为如此，随喜对于修行的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善根，更是最殊胜的正念。按照佛的说法，随喜赞叹具有对治了嫉妒、嗔恨等烦恼，这其实也是佛教导人向善的道理。如放生、随喜1元钱等这些也会积累很大的功德、福德。尽管佛教最初并没有放生这一说法，但放生却能让人发出真诚的欢喜心，因此也会获得与他人所做的善行同样的功德。所以不要笑话他人放生或随喜的钱少，因为功德的大小无关于放生的本身或随喜钱的多或少，而是关乎于人的起心动念。也就是说，若是起心动念不好、不清净，钱拿再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有人断10种不善业，行持10种善业。当你听到或看到他们行这10种善业时，能够发自内心的随喜，也同样和他们一样，具有同样的功德与善根，即无量无边的功德。因此佛才说，3000大千世界及须弥山都能够衡量出大小，但诚心随喜的功德却是无法衡量的。所以所谓的修行，其实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善根，要不断地清除杂念，发清净心，用最大的欢喜心去随喜，去赞叹，这才是真修行。也就是说，真正的随喜并不在于随喜本身，无关于赞叹的程度，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真正的随喜，真正认可行善的赞叹。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正心正念正愿，唯有如此才是真的随喜赞叹，否则所获的功德也会不对等。换句话说，真正的随喜是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时候，不管是对恩人、仇人、喜欢或讨厌的人，有关系或没关系的人，只要他们行善断恶，你都能随之升起欢喜之心，才是佛讲的真正随喜。这样的随喜所获的功德就会越大。总之，像随喜赞叹这样的善巧方便，更能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之中就能获得福慧功德。因此修行之人一定要善加利用，但是若是在随喜赞叹当中，如果内心还有嫉妒心等烦恼，那是很难升起真正的欢喜之心。
当然也很难真正随喜到他人的功德。普贤菩萨行愿品，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10种广大行愿。何等为10？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10者普皆回向。这章佛经，这里面普贤菩萨发下了著名的10大愿，其中第5愿就是随喜功德。那么随喜赞叹又有什么殊胜之处，值得普贤王菩萨专门列为1大愿望来阐述呢？接下来我老头子就从消除妒忌、增加喜悦、无缘大慈3个从低到高的维度来予以说明，然后诸位同修们就知道这句话的殊胜之处了。可以说是付出最少但又收获最大的便宜法门。灵药初级效果，破除嗔毒，消除怨憎会之苦。随喜的反义词就是嫉妒，而随喜赞叹的反义词则是嫉妒嗔怒。太虚法师曾经说过，不起随喜而生，就像为世间通病。换句话说，这个病必须要靠修行一点点的磨掉才行。而人世间又有5毒，贪嗔痴慢疑，其中的嗔毒并不只是指嗔怒，也包括嫉妒。大部分的情况下，愤怒都是由对别人的嫉妒引起的。为什么你比我有钱？为什么这次提拔的是你？为什么你老婆这么漂亮？为什么你老公这么会赚钱？为什么你婆婆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听话？为什么我开桑塔纳你却开宝马？为什么你的房子比我大？无数个为什么铺天盖地而来，就像是乌云盖顶一般，将你心中的灵性和清净全部遮住，让人充满了抱怨，看周围的一切都感到不满意，进而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愤怒，抓住谁都想和他吵一架，甚至打一架，这就中了嗔毒。而佛家又有7苦：生老病死、怨憎会、求不得、爱别离。这其中怨憎会之苦，正是来自于嗔之毒。因为嫉妒，所以抱怨，抱怨多了就会嗔怒，愤怒忍不住了就会爆发出来，大打出手，最后伤人伤己。赢了的去法院，输了的去医院，打平了先去医院再去法院，再没有别的可能。所以人世间的许多矛盾和纷争的根源，正是来自于嫉妒2字。这就像是一团阴影一样，随时潜伏在你的心灵深处，不停地腐蚀和吞噬着你心中的光明，让你嗔毒越来越深，怨憎会之苦越来越重。而如何才能消除这嫉妒之心呢？最好的良药就是随喜赞叹。02终极效果，增加喜悦。如果你懂得随喜赞叹的道理和奥妙的话，
那么上述的情况的想法就会截然不同。朋友发了财，你不再是嫉妒，而是替他高兴。拥有一个有钱的朋友，难道不比拥有一个贫穷的朋友更好吗？前者有余力来帮助你，后者反而需要你帮助。朋友交了个漂亮的女朋友，你不再是嫉妒，而是替她高兴。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美女身边很可能还有单身的闺蜜，说不定就能介绍给你呢。同事升了职，而你没有，你不再是嫉妒，而是替她高兴。这次她升职了，那你竞争的对手就少了一个，下一次你提升的概率不就大大增加了吗？所以面对每个问题，你都能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也能够从积极的方面去处置，这样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烦恼变少了，快乐增多了，身边的人也会越来越喜欢你，你内心的灵性和清净又开始恢复了，就如乌云散去，从见光明一样，尘毒去了，怨憎会之苦也没了，取而代之的自然是清净自在，吉祥如意，快乐美好。03终极效果，无缘大慈。上面只是个人的收获，还算不得究竟，而随喜赞叹的终极效果是无缘大慈。何为无缘大慈？这个概念来自于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所谓的无缘大慈，就是无限放大自己的心量，看到任何人，不限于亲朋好友，也包括陌生人，甚至是仇人，都能感受到快乐，同时也想要给予他快乐，而再也没有丝毫的嫉妒、自私、狭隘之心。这是什么境界呢？这就是大菩萨的境界，不仅度己，而且度人。你能够随喜到别人的快乐并予以赞叹，这就等于在替你和对方同时积攒福德，功德非常大。有较真的朋友可能要问，这个功德具体有多大呢？其实佛陀也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譬如一个人拿着一支火炬，然后就可以替周围无数人照亮。其实你并没有付出什么，但却给许多人带来了方便和温暖。这个功德有多大？各位同修们自己想想就明白了。这就是随喜赞叹的三重殊胜：初级消除嗔毒，化解怨憎会之苦，终极增加自己的喜悦和快乐。而到了终极的无缘大慈的话，那就等于是菩萨境界了。而且这个随喜赞叹既不需要你付出金钱，也不需要付出体力，更加没有什么危险和牺牲，但是回报却是极大，乃是性价比最高的方便法门。随喜和嫉妒正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各位同修们又是何乐而不为呢？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中简单的写下一句随喜赞叹，让正能量相互传递。功莫大焉。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
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